道家人到底有多么神秘？他们曾经在几千年前通过修行就可以发现，我们这个人体除了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个肉体以外至少还存在于两个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的体。一个呢是道家人叫做阴阳体，比如《黄帝内经》所记载的藏象，这个在我们今天的认知中就已经很深了。可还有一个更神秘的体叫做空体，而道家人认为怎么才能够证实呢？其实就隐藏在《道德经》中。自从马王堆汉墓出土了汉朝之前的《道德经》的文字，我们才知道后人看了数千年的《道德经》居然是假的。比如我们常说的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其实就是后人所篡改的，而帛书上翻译过后是上善治水，水利万物而有敬。道家的思想呢，从来都没有弘扬过什么不争和逃避，这些思想是篡改《道德经》的人强行加上去的。还有与善人言善信，这也是后改的，出土的帛书上写的是愚善信。道家一直以来他们都是强势文化，怎么又会一会儿劝人不争，一会儿劝人仁义呢？就连大器晚成也是假的。汉朝之前的《道德经》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大器晚成，而是大器免成。这个晚字呢，它本身就是一种鸡汤糊弄人的东西。再直白一些就是骗底层人的东西。曲则全，枉则直也是假的，帛书上写的是曲则金，枉则定。道家文化是想教我们勇敢坚定，后人篡改之后呢，想让我们委曲求全，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篡改一个民族的文化是非常可怕的。朝鲜为什么不能让老百姓随便上网呢？因为将军不想让普通人知道外面的世界，这样呢好便于他的管理。这和篡改《道德经》实际上的意义相同，目的也相同。统治者他想让底层百姓变得愚昧，他只能这样做。所以帛书《道德经》也是专家坚持一定要出版，一定要让所有人都看到被篡改面目全非的《道德经》最初是什么样子的。这本书被印刷得很好，不仅内容很全，每一页还有篡改前后的对比和翻译，我就放在购物车里了。而最奇怪的是呢，历史到了汉武帝之后似乎一点都不进步了。近代的地层考古学家说，中国的历史在汉代和秦朝老百姓居住的都是瓦房居多，到了汉代以后茅草房居多，一直到近几十年中国才重新恢复到秦始皇时期的瓦房自由。大家乍一听感觉很夸张，但数据确实就是真实的。其实这就和篡改《道德经》它有着很大的关联。我们要知道，统治者贬低道家文化的同时，是不是要树立一个新的文化让大家去追捧呢？那么篡改道家文化，封杀墨家文化的同时，哪股文化崛起了呢？儒家，并且还是汉代董仲舒的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弘扬的是什么呢？人要分等级，拉开贫富差距，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贵族和皇权的利益，底层人永远都不要想着翻身。因为底层人如果翻身了，就要抢走一个贵族的位置，这是上面的人永远都不想看到的。同时也不希望普通人能拥有大智慧，而是用儒家的思想来育民愚民，彻底封杀墨家思想，让人人平等无阶级的社会彻底消失。再将老子的道篡改成不争无为，遵从天道，让这种思想固化底层民众。因为儒家思想的等级制度构建等级社会，士农工商男尊女卑，然后还要提倡君子以固穷，贫穷也要安贫乐道，提倡信命。贫苦百姓家出生的孩子永远都不要想着翻身，祖孙三代世世代代都是贫苦百姓。而贵族呢，永远都是贵族。然后再篡改《道德经》，让底层人觉得这一切都是理所应当，贫穷是与生俱来的天道，服从是不争做人的大道，这才是历史的底层逻辑。